今天我们正式发布全新一代核心芯片。王总，出事了！送去发布会的那批芯片全打不开了。怎么回事？早上不还好好的吗？有人把真实测试结果和这批芯片绑死了，只要数据一改，芯片就会锁住。周放呢？这不是意外，是芯片缺陷。周放，芯片测试报告怎么还没交？明天发布会急用。温控模块异常，满载半小时就会烧毁。报告我不能签。死板，把空调调低5度，数据不就达标了？这是造假，我不能违背职业底线。底线能当饭吃？公司砸了几个亿研发，明天发布会要是拿不出99%的良品率，你负责。出了安全事故谁负责？这字我绝不会签。行，周放，你有种！拔他电脑，断网，删掉所有真实数据。物理断网，王总，你根本不懂底层技术，少装模作样。你收竞品黑钱，故意在芯片数据里植木马。即日起，公司正式开除这个行业蛀虫。木马不过是我10秒敲的部边内核锁，我已将芯片真实温控数据与底层逻辑物理铆定。你到底做了什么？只要你们篡改报告半个字节，芯片逻辑门积极触发保护，永久熔断。接备用电源，马上解开这个锁。王总，解不开，这是动态重组底层算法，强行破解，整块主板会瞬间烧毁。我说过，底层硬件我说了算，想逼我造假，你们还不够格。反了！保安，把他扔出去！通知法务部起诉到底，我要让他赔到倾家荡产。来了，别敲了。周大工程师，这都逾期半个月了，房租到底交不交？张哥，我最近遇到点变故，失去了所有收入来源。您看，押金不是还在您那儿吗？再宽限我3天。宽限？我看了新闻了，你被大厂全行业封杀了，还背着天价索赔。你现在连个送外卖的都不如，交不起这高档公寓的房租就趁早滚蛋。张哥，外头下着暴雨，你让我今晚住哪儿？住哪儿？住桥洞去，给我搬！别动我电脑，那里面有我的测试数据。滚一边去！你的押金全扣作违约金了，今天必须净身出户。电子垃圾村。既然光鲜亮丽的世界容不下我，那我就去最烂的泥潭里扎根。哎，你看，那个穿衬衫的，肯定是外面来的，来我们这垃圾村做什么？哟，生面孔啊，懂不懂规矩？初来乍到，先把高昂的入场费和保护费交了。我没钱，我就剩几百块钱吃饭了。没钱？没钱你敢进我刀疤流的地盘？给我搜！敢还手？今天不废你一条腿，你不知道这黑街谁说了算？你那台机子线圈短路了，再转10秒钟就会炸。我不仅能修，我还能让这台破机器的效率提升20%，这够当我的入场费了吗？小子，有点技术，入场费免了。不过想在这儿立足，光有这点本事可不够。看到那儿了吗？垃圾村里最好零件都在那帮拾荒帮派手里，你有胆子去抢吗？只要有我需要的硬件，哪怕是龙潭虎穴，我也敢扒层皮下来。那就从这里开始，我一定要拼出第一台属于自己的测试机。竟然残次的工业级 CPU， 有这东西，我甚至能拼出最高标准的测试机。
新来的，懂不懂规矩？这片废料场是我们拾荒帮的地盘，手里拿什么？交出来！这是我先找到的，在我的地盘，老子让你找你才能找，给我抢！骨头还挺硬，松手！为了个破零件，连命都不要了是吧？老子成全你！你今天就算打死我，这块芯片我也绝不松手。为了块烂铁不要命，算你狠！我们走。组装好测试机，接下来就该去找能让它转起来的人。修表50，不讲价，先付款再修。我再找一个大厂的顶级程序员，他叫孙宇。找我干嘛？你就是孙宇，那个天才黑客。修表50，不讲价，不修表就请你出去。我有一套全新的底层算力架构，需要一个顶级的程序员来写驱动。大厂毁了你，也害了我，我想跟你联手打回去。哟，这是从哪儿来的西装精英？大厂待不下去，跑垃圾堆里装救世主来了。我现在和你一样，一无所有。和我一样，你懂什么叫一无所有？你们这帮穿西装的，永远只把底层当耗材。当初也是个穿西装的，笑着骗我签了字，然后废了我的手。正因为这样，我们才该联手。联手？就凭你那张破纸，别脏了我的地，滚！孙宇，你难道想一辈子在这个臭水沟里修破表吗？脾气还挺倔，不过天才都有傲骨。黑客碰了壁，那就先去找下一个人。赵刚，你之前借的钱加上利息，一共30万，今天再不还钱，你老婆孩子我可就带走了。别问我家人，我没钱，我真的没钱了。没钱？听说你以前是修仿生机器人的，这双手应该挺值钱吧？废了你的手，就当收点利息。你他妈谁呀？敢管老子的闲事儿？我是他老板。我可没听说赵刚有什么老板，识相的就给我滚，不然把你的手也给卸了。这双手对我很重要，用来做硬件改装的，你们不能动。他的债我扛了。你扛？就你这穷酸样，拿什么扛？拿命扛吗？对，拿命扛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？高频电磁脉冲发射器。只要我按下开关，方圆50米内，所有人的心脏储魄器和你们身上的电子液体都会瞬间烧毁。要不要试试？是你们的棍子快，还是我的手指快？想要钱，给我3天时间。如果想死，我现在就成全你们。那就再给你3天，3天后我要是拿不到钱，就把你们2个人的手都卸了。你想借我的地下渠道走私2手服务器，兄弟，你张口就是几百台的量，我凭什么信你一个外来货？凭我的技术能给你带来10倍的利润。技术？垃圾村里最不缺的就是会修电脑的，想跟我合作，得验验成色。限你2小时破解这个硬盘，要是失败了，里面的自毁程序就会启动，砰，这块盘也会废了。到时候我不仅会把你赶出垃圾村，还见你一次打一次。还剩最后10秒了，小子，准备滚蛋吧。现在我们有资格谈渠道的事情了吗？兄弟，有种，渠道包在我陈彪身上，不过你得先有钱进货呀。
我看你连下顿饭钱都掏不出来了吧？没钱，我可不发货。你放心，我既然开口了，就一定会做到。那我就等你拿钱过来买设备。周哥，你怎么了？胃都疼。去医院，我背你去外面的诊所。不能去，钱没了可以再赚，命没了算什么？我们连买下一批电容的钱都没了。你这一个月天天吃过期的营养膏，铁打的胃也受不了啊！哟，大厂精英这是知道我要过来玩苦肉计呢。还差最后12个哭点，核心板线就能跑通。孙宇，周哥，大厂少爷真会给人找麻烦。搞定。既然你都那么求我了，那我就勉为其难帮你写底层代码吧。周哥，你先别动，不行，我们时间不多，我得快。歇着吧，已经跑通了。多谢。跑通了，跑通了也没用。从今天起，没人敢卖给你们一根线头。老李，昨天说好的那批2手6寸条，给我装车吧。不卖了，你走吧。怎么不卖了？钱不够我再加点儿。兄弟，不是钱的事儿，你们那个姓周的个老板太扎眼了。周哥那是干实事儿，干实事儿。那几个老头目都发话了，说你们老板是大厂派来整顿地下黑产的卧底，他们现在已经联合起来了，谁敢卖给你们一个螺丝钉，就是跟整个垃圾村作对。周哥，他们彻底切断了我们的供应链，整条街都没人敢卖东西给我们。赵刚没说错，他们怕你们做大，砸了他们倒卖废铜烂铁的范围。这帮井底之蛙还真看得起大厂。没了零件，算力架构拼不起来，我代码写出花来也是废的。散伙吧。配件的事儿交给我来想办法。你这里劣质主板和电源我全包了。老板，那些都是电子垃圾，供电不稳定，很容易烧。别废话，能通电就行，给我装车。你疯了吗？用这种劣质主板搭服务器，你想把我们全炸死在这儿吗？我没得选，不用他们，我们现在就得死。组装。电压不稳，3号节点的负荷快到极限了，降频，快降频！不能降，这是第一次满载测试，降了就算失败，给我撑住！周哥，有焦味儿！啊！我早就说过这堆垃圾扛不住，现在好了，全烧了，钱也没了。你就是个疯子，拉着我们一起陪葬的疯子。不是怎么知道不行？我是疯子。你如果是天才，为什么写不出能适配这堆垃圾的稳压代码？你怪我？你这个大厂出来的废柴，除了画大表，你还会什么？别吵了，都别吵了！草根联盟，简直是个笑话。6路口已经封死，挨家挨户给我搜，绝不能让那个带走商业机密的内鬼跑了。硬盘在我这儿，大厂是冲着我来的，我们分头跑，然后在赵刚家汇合。你把硬盘给我，我目标小。少废话，你是写代码的，手比命贵。赵刚，带孙宇往西边废料厂跑，快！在那边，给我追！抓活的，王总发花了重赏。队长，没路了，人不见了。真臭，他难道跳进去了？不可能吧？这沟里的水连铁皮都能融，人跳进去还不脱层皮？算他跑得快。
去别的地方搜。王建国，这局你没赢。老婆，我借到钱了，以后好好照顾丫头，别找我了。你疯了？你要卖什么？周哥，你别管了，3天时间快到了，到时候没钱，那些人肯定不会放过我的。我已经在想办法了，别怕。哟，这不是赵刚那个不要命的老板吗？怎么来替他还钱？钱呢？我没钱，没钱你来找死！这是我用化工厂废铀提纯的自制硝酸甘油。你们天天和废料打交道，应该清楚，这东西见火就炸。你他妈唬我！你可以赌一把，看看是我这个光脚的怕死，还是你这个穿金戴银的老大怕死。给我1个月，连本带利还50万，但这1个月内谁敢动他家人一根毛发，我就拉着你们一起下地狱。好，1个月，1个月后见不到钱，我要你们俩的命！周哥，这条命以后就是你的，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我说周大老板，你们搞了半天就拼出一堆垃圾，还想用这破玩意儿跑出大厂的数据，异想天开的疯子！就是，别把我们网吧的主板给烧了！闭嘴，开始炮分！120分，哈哈！大厂上一代的废弃芯片炮分都有2万分，哈哈哈哈！你们搞了半个跑出个120分，装什么科技大佬？赶紧滚吧！没可能！我的底层逻辑绝不可能只跑出120分，绝对是硬件拖了后腿，这堆垃圾根本承载不了我的代码。完了，全完了，大家都在看我们的笑话。哭够了没有？骂够了没有？大厂有无尘实验室，我们只有垃圾堆。硬件拖后腿，我们就把硬件排查到每一个电容；代码有冲突，我们就逐行复盘。今晚谁也不许睡，给我连夜排雷。找到了，不是代码的问题，是温度。这堆劣质主板发热量太大，一旦算力超过10%，CPU 就会自动触发热保护降频。需要什么才能压住这个温度？普通的风扇根本用，必须要液冷，而且是极强功率的工业级散热模块，核心冷凝器哪儿有？废弃车房，但地下渠道被封锁了，只能去偷。周哥，要不我去市里的电子城碰碰运气？大厂的眼线盯着呢，你出去就是自投罗网。赵刚，你以前修过物流车，城郊那个废弃车厂报废的冷藏车里有没有我们要的冷藏器？有是有，但是那个车厂被一帮偷车贼占着。走，去借一个。周哥，我找着了，里面那辆翻倒的重型冷藏车，满是铁锈，卡死了。赵刚，拿撬棍给我搭把手。糟了，狗挣脱了，还差1根线。赵刚，挡住他们30秒。来呀，畜生！啊，周哥，快点，我快扛不住了，得手了，跑！值得，回去装上，算力就能翻倍。尊宇出事了，他那条机械手短路了，现在浑身抽搐，快不行了。他刚才正在写驱动，机械手的神经接口突然出故障了，电流直接往他大脑里灌。去黑神田，快送他去黑神田！我去，他们会把我拆了。是底层驱动代码崩溃，导致硬件过载。去诊所没用，必须重写驱动阻断电流。赵刚，找个木棍塞他嘴里，别让他把舌头咬断，拿冰水给他物理降温。啊！驱动重写完了，你死不了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兄弟。
没时间睡了，大厂的补贴站马上就要开始，冷空气装上，马上开始超频测试。这玩意儿靠谱吗？不靠谱也得靠谱。微波炉减压器能提供极高的瞬级电压，配合冷情器，算力至少能翻5倍。准备好了吗？超频开始。跑通了，算力破5000了，还在涨。朱哥，压力太大了，管子要爆了，不能停，必须测出极限音质。苏宇，站开！周哥，8000，跑到了8000分，我们成了。周哥，全村人都来了，他们带着家伙，这门顶不住的。我去跟他们拼了！我们是来做事业的，不是来当古惑仔的。开门！周哥，周哥，开了门他们会打死我们的。开门！姓周的，你搞什么飞机？今天不拿个10万8万出来赔偿大家的毁尸，你别想活着走出这条街。对，砸！里面那堆破铜烂铁，砸了你们1分钱也拿不到。我是抽干了电，但我跑出了大厂都跑不到的算力。我现在手里握着一座金矿。你们是想为了几台破铁床把我打死，还是想跟着我一起赚钱？空手套白狼，金矿在哪儿呢？拿出来看看啊！单子，周哥，来单子了！我在市郊那些小作坊地推拉来了一笔算力租赁的单子，对面要租我们2天的算力，出价2万。3天。王老板，算力您用完了，这渲染速度您还满意吧？您看这尾款2万块钱，2万？什么2万？咱们说好的啊！您用了我们2天的超算矩阵，合同呢？发票呢？你们一个连注册公司都没有的地下黑作坊，拿一堆报废机器给我跑数据，我还怕你们窃取我公司机密呢！赶紧滚！你想白嫖？被白嫖了！那个姓王的不但不给钱，还反咬一口，说我们敲诈勒索。敢白嫖我写的系统，我这就黑进他们公司的内网，删了资料，我们就真成了敲诈勒索所的罪犯了。对付流氓，就得用流氓的手段。王老板，晚上好。你们是谁？你的内网财务数据已经被我用最高级别的算法加密了。明天一早，税务局就会收到你偷税漏税的完整账本。别冲动，我给钱，我马上给钱。现在不是2万了，是5万，当做我兄弟的医药费。靠陈彪去这种地下小作坊地推，不仅风险大，而且根本吃不饱。大厂的算力卖给差企业，我们必须去正规写字楼里抢那些小微企业客户。你好，我们是拾荒者算力网络，我们的 AI 算力价格只有千亿大厂的1/10，能和你们老板谈谈吗？什么拾荒者？没听过。我们有固定的大厂云服务了，不需要。大厂的云服务太贵了，你们这种初创企业根本承担不起长期的费用。我可以给你们免费试用。哎呀，你这人怎么听不懂话呀？我们老板不在，赶紧走，不然我叫保安了。那个发小广告的说你呢，谁让你进来的？师傅，我不是发小广告的，我是来谈业务的。谈业务，穿的跟个要饭的似的，你跑这来吓唬人啊？滚出去！我发完这几层就走。只要在大城市的格子里，我们就永远是骗子。永远是底层。赵刚不是会改车吗？我要把超级计算机塞进面包车里，送惯例上门。周哥，底盘加固了，避震换了重型的，这台移动机房只要油不断，算力就不停。大厂的嗅探器只能定位固定的 IP 节点，只要我们一直在移动中跑数据，
他们算把雷达烧了也抓不到我们。既然正规写字楼不让我们进，那我们就变成幽灵，接单、发车。城南的那个小动画工作室连上了，正在输出算力。周哥，他们追上来了，大厂雇了黑车，抓紧了！前面封路了。周哥，我们没路了，被抓住，车里的设备全得被砸。坐稳。这样下去不行，移动机房接单效率太低了，而且迟早被他们撞死。接单慢，是因为我们还在用传统的销售模式，把我们的算力接口全面下放到所有人的手机上。我要搞一个让大厂永远追踪不到的裂变模式，砍一刀租算力。社交裂变接口已经植入，只要用户把链接发给10个朋友点击，就能免费获得1小时算力，而这些朋友点击后也会自动成为我们的注册用户。上线，抢占下沉市场。周哥，单子爆了，我们的算力全满载了。不好，有巨量不明流量涌入，是大厂反击了。不是大厂，是地下黑产。我们的免费官吏出动了黑客团伙挖矿和危机网络的蛋糕，他们正在动用网络对我们发起恶意刷班。周哥，车厢温度快突破60度了，设备要烧了。他们每秒发送几百万次虚假砍刀请求，我的防火墙快撑不住了。切断所有海外 IP， 启用2次验证。黑产用的是国内的肉鸡节点，根本分不清谁是真用户谁是僵尸。如果一刀切，我们刚积累的用户全得掉线。不能断，一旦断了，我们在底层的信誉就彻底毁了。硬抗，用我们自己的算力跟他们对冲。扛下来了，黑产的僵尸网络被我们拖垮了。周哥，别管什么黑产了，大厂下死手了。千亿科技的 CEO 李明远亲自召开了发布会，你们快看新闻。为了推动全社会的 AI 普回，千亿科技正式宣布，即日起，我们推出为期1个月的0元用 AI 全额补贴计划。所有中小企业和个人创作者，无论是谁，只要注册，我们大厂的顶级算力免费用，无限量。我们准备了100个亿的补贴基金，100个亿，0元免费，绝无忌啊！这是真正的绝无忌。千亿大厂早就发现端倪了，故意搞免费补贴战，根本不是做慈善，就是想用烧钱战术活活饿死我们。周哥，我们的用户全都跑光了，大厂那边不用砍一刀，不用拉人头，直接就能免服用最高级算力，我们彻底断收了。周哥，认清现实吧，资本的碾压不是几台破机器能挡住的。趁着现在大厂还没把我们连根拔起，听我的，见好就收，分钱跑路吧。分钱跑路。王建国构陷我，我跑了；房东赶我，我跑了。现在李明远拿钱砸我，还要我跑。咱们拿命拼回来的血汗钱，大厂现在推行100个亿的补贴战，咱们拿什么跟人家打？拿头打吗？彪哥，大厂0元免费用，咱们的用户全跑光了，以后确实难了。所以我的意思是，见好就收，分钱跑路。咱们一人拿10几万，回老家买个小门面，做点正经生意，不比在这黑街里担惊受怕强。这钱1分都不能动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把所有利润全部投入研发，扩大超算规模。我们要把算力节点搬出去，买更多的2手服务器。你他妈真是个疯子！现在连个客户都没有，你扩充规模给鬼用啊！你想死别拉着我们垫背！今天谁也别想把钱拿走，老子今天还就拿了！别打了，周哥、彪哥，有话好好说。10几万就能买断你的骨气了吗？大厂逼我们吃垃圾，现在扔块骨头你就想跑？我们要是不把规模做起来，这辈子都别想翻身。
周哥，墙塌了，水进来了！水底有排插，要是淹到核心9板，咱们的底层逻辑数据全得报废。拔电源，不能断电。我们刚躲开大厂的追踪，一断电重连 ，IP 地址立马暴露，把机柜垫高。赵刚，帮我把那块铁皮扛过去。我喊1、2、3，一起顶上去。赵刚，去找东西顶住。周哥，这水太凉了，你会受不了的。别管我，通向死保核心硬盘，快去！周哥，废了，他之前超负荷搬运那几吨报废显卡时，脊椎就留了旧伤，这次是旧伤复发，脊椎骨也彻底裂了，压迫了主神经。医生，你想想办法，他不能瘫痪。办法只有一个，去地下市场弄一套高级的医疗仿生脊椎换上，但那东西是管制医疗器械，起码这个数50万、500万。周哥，算了吧，我这烂命不值钱。你把钱留着买机器，别管我了。周哥，赵刚怎么样了？除了我们之前的存款，还差50万。去联系地下钱庄的人，马上让他带合同过来。你想干什么？周老板，就这些泡过水的破铜烂铁，你还想抵押50万？不仅是这些机器，还有我们团队未来的所有算力收益，以及我本人的命，50万，少1分都不行。周哥，为了我，你把家底全当了。别动，机器没了，咱们可以再手搓；人瘫了，咱们这草根联盟就真散。赶紧好起来，机房里的破烂还指望你修呢。周哥，出大事了！刚才有个自称是小微企业的客户租了我们2台算力节点跑数据，有生意不是好事吗？不是生意，是大厂。这帮孙子太阴毒了，病毒潜伏在正常的渲染文件里，一进入我们的算力核心就开始复制，一旦倒计时结束，我们的底层代码就会被他们全部打包偷走。能不能强行断电，或者把网线拔了？不行，病毒带有自毁锁，一旦检测到物理断网，它会立刻格式化我们所有的硬盘，我们连渣都剩不下。这是高手，绝对是拿钱办事的顶级黑客，他在用多重跳板掩盖真实 IP。孙宇，冷静，你是天才黑客。这里是你的主场，需要我做什么？周哥，去后面的物理交换机，我需要你配合我，人为制造网络拥堵。我趁机反向植入追踪木马。拔掉第3排第2个接口。好，他们的数据包卡住了，再拔第5排第7个。抓到你的尾巴了，想偷我的代码，老子给你送个大礼包。防住了，我不光拦下了病毒，还反向追踪过去，把黑客那台肉鸡电脑主板给烧了。干得漂亮！这病毒是个诱饵，他们在撤退前故意解除了显卡的温度保护锁，我们配批2手显卡快废了。完了，全崩了。周哥，没救了。这批卡本来就是从废品站淘回来的电子垃圾，早该报废了，硬撑到现在已经是奇迹了。奇迹是人造出来的，既然是物理损坏，那就从物理层面修，把电烙铁和备用电容全搬过来。第120块板子，电容替换完毕。周哥，吃口饭歇会儿吧，你手都在抖，再焊下去眼睛要瞎了。不能停，大厂的眼线随时会查过来，算力一断，咱们在底层的信誉就彻底塌了。继续通电测试下一批。跑通了，核心节点保住了。周老板，出天大的事了！大厂法务部派人送来了这个，说要告到我们牢底坐穿。
大厂动真格的了，这上面写的索赔金额是数亿啊，把我们卖了也赔不起。我当初就说斗不过大厂，人家随便动动小指头就能捏死我们。这下好了，不仅钱没赚到，还得背上一身官司。周老板，对不住了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我不想去坐牢，这事儿我干不了了。几百页的废纸，就把你们吓破胆了？那是千亿科技，人家的律师团可是能活活把人说死。欠几万块钱是你怕债主，欠几个亿就该债主怕你。他们不直接叫警察来抓人，反而故意发这种东西出来，这就足以说明他们手里根本没有硬证据，只能靠这种低劣手段故意扰乱我们的心神。就算这样又如何？他们光造谣搞舆论就能把我们弄死，而且他们那么大的厂也不缺钱，他们就是想整死我们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更不用怕了。不就是想打舆论战吗？通知下去，今晚我们要反击，在全网开直播，公开我们的算力派分数据，让所有人看看大厂的底裤。大厂下死手了，他们直接砸钱买通了所有的主流社交和直播平台。只要我们一建号，甚至只要提到相关的关键词，系统连1秒钟都不会犹豫，直接物理断网即封号。这帮王八蛋，这就等于是捂住我们的嘴，封锁了我们一切的发声渠道。咱们手里的算力再牛，抛分再高，发不出去有个屁用啊！大厂的 AI 审核确实做到了极致，只要我们还在他们制定的规则里玩，就永远别想发出一点声音，那就彻底完了。明天就是大厂新一代 AI 芯片的全球发布会了，我们连网都上不上，拿什么去揭穿他们？既然他们把我们的路堵死了，不让我们播，那我们就去借他们的台子。借台子？什么意思？明天千亿科技的新品发布会，全世界的媒体都在盯着直播，我们要带着物理硬盘潜入发布会现场，直接黑进他们的主服务器，在全世界面前把他们的直播信号……你疯了？那是大厂总部，安保比银行还严密，这根本就是去送死。等他们开完发布会，我们就真死了。反正怎么做都是死，那就在我死之前再赌一把。盘片碎了，刺头划伤了核心存储区，这硬件损坏我根本无法修复。我真该死，收哥，你打死我吧！我们几周日夜熬出来的心血全被我毁了。哭顶个屁用！盘碎了，脑子还没碎。拿笔把底层程序给我重新在脑海里推演出来。咱们手搓代码。你疯了吗？那是几十万行的底层逻辑公式，纯靠人脑记忆手写出来，这根本不可能。不可能也得写，写不出来，大家这辈子就烂在垃圾村里。拿笔写。核心逻辑全补齐了，这套手搓的系统必须要在千亿科技发布会的现场直连。赵刚、孙宇，你们留下负责远程接应。现场直连？那是龙潭虎穴，谁去？我亲自去。站住！前面是核心网络机房，闲杂人等不能进。领导，里面主管说机房空调漏水了，让我赶紧进去拖个地，怕把机器淹了。漏水？我怎么没接到通知？你把口罩摘了。领导，我重感冒，怕传染给你们。行了行了，赶紧进去，别乱碰机器。谢谢领导。孙宇，硬件接进去了，开始渗透。周放啊周放，我就知道你这只阴沟里的老鼠今天肯定会来凑热闹。怎么，想在我的发布会上搞破坏？把他带走。说，你那个破烂服务器藏在哪儿？你的同伙在哪儿？王总，打人都没力气，看来大厂的饭菜也不怎么样啊，还嘴硬。你以为插个破板子就能劫持我的直播？你就好好看着我是怎么把你们踩成粉末的。王建国，游戏才刚刚开始。周哥，出状况了！新品主板上焊死了硬件级防作闭锁，我的代码根本渗透不进去，硬件死锁，这意味着远程黑客手段彻底失效。
是不是发现你的木马动不了了？实话告诉你，新一代芯片加了物理级防作弊锁，没有我的红魔一拳，神仙也进不去系统。发布会还有半小时开始，你们就在这儿好好招呼他，别弄死就行。带我去机房解锁。你杀了我，你也跑不掉。你猜我这个光脚的，敢不敢拉着你这个穿皮鞋的一起死？走！孙宇，锁开了，马上植入炮分程序。收到了，防火墙正在瓦解，进度80%。哈哈哈哈！安保系统触发了，周哥，他们切断了机房的外网物理路流，最后的数据宽传不过来，失败了。既然这条路不通，那就用最原始的办法。孙宇，启动据点的备用服务器，我把数据硬盘带回去。还剩3分钟，周哥怎么还没回来？大厂的直播马上就要切入全球主信号了。准备好接入端口，只要他把硬盘带到，我们就能在最后1秒把大厂的信号顶掉。插上联网，正在同步数据，倒计时1分钟，开始拉升算力。不好，主板漏太严重，承受不住瞬间满载的超高压，备用供电线路短路了。啊！没电了，算力供不上去了，只剩30秒了，完了，全完了！老子拼了命带回来的数据，今天谁也别想拦住！给我跑！周哥，你的手会废的，别管我，看屏幕。接通了，信号成功。各位，现在请看大屏幕，我们将向全球展示千亿科技新一代 AI 芯片那无可匹敌的绝对算力。周哥，你快看在线人数，500万、1000万，全网引爆了，我们赢了！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全在骂我们？是大厂，他们反应太快了，动用了最高级别的限流。这里面数百万个水军账号，他们想用铺天盖地的口水把我们淹死。各位媒体朋友，不要惊慌，这根本不是什么技术奇迹。这只是一场卑劣的黑客破坏，而且我知道这个幕后黑手是谁，他叫周放，曾经是我们公司员工，因严重数据造法被开除。今天我就要把他当年伪造数据的铁证彻底公之于众，我要让这个骗子永世不得翻身。大家都看到了，这就是证据。当年周放为了几十万的黑钱，故意破坏我们核心芯片的测试数据。他被开除后怀恨在心，纠集了一帮社会闲散人员，也就是所谓的拾荒者，专门靠敲诈勒索企业为生。那刚才屏幕上超越你们大厂的算力数据也是假的吗？当然是假的，那是他们用黑客手段植入的视觉木马，连3岁小孩都骗不过，一个连房租都交不起的骗子，拿一堆报废机器，算力能超越我们1000亿级的研发团队，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，全是伪造的。这帮西装暴兽不仅在技术上耍赖，还想从人品上把你彻底搞臭。他们请的水军已经把周放诈骗刷上热搜了。周哥，咱们去报警，不能让他们这么泼脏水。报警没用，开源他们也会说是偷来的。在大众眼里，1000亿大厂就是权威，我们就是臭水沟里的老鼠。能粉碎谎言的，只有绝对的碾压。孙宇，把垃圾村所有备用节点的算力全部并入主网。既然他们说我们的数据是木马，那我们就把他们的防火墙撞烂，直接用算力去强行接管他们发布会现场的灯光和音响。垃圾村那边的老变压器根本扛不住这么大的电压，会炸的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今天就是把天捅破，我也要把他们的假面具撕下来，给我换网，全功率输出。周哥出事了，垃圾村外面下暴雨，咱们外接的总变压器超负荷起火了，主闸跳了，整个算力网络马上就要断电了。
彪哥，快退后！这可是几万伏的高压电，一旦漏电，这地上的水能把他们瞬间电成焦炭！不行了，周哥，火太大了，根本推不上去，闸道已经彻底锁死了，算力马上就要停了。周哥，你疯了！变压器起火了，你上去就是送死！现在是算力碾压大厂的最后10秒钟，这闸道一旦掉下来，我们就永远是个骗子！给我上去！周哥，周哥！这就是你说的万无一失，我们的发布会成了全世界的笑柄，市值1个小时内蒸发了300个亿。李总，是我的失误，我低估了那帮疯子，他们居然用一堆破铜烂铁撞破了我们的算力墙，动用我们在市里的所有关系，就以入侵和窃取重点商业机密的名义，立刻进村抓人。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凭什么抓人？妨碍安保，连你们一起抓。周放，你涉嫌严重窃取商业机密并破坏公共网络，现在将你带走，铐上。抓了一个周放不够，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。通知下去，马上拉闸断网，从物理层面把整个垃圾村给我彻底打回旧时代。我要让他们连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！动作快点！李总发话了，把进入这片区域的主干电缆和光纤全部剪断，一根电头都别留！没信号，一点信号都没有了，他们把通讯基站也关了。我的货还在系统里挂着呢，断了网，这批货全毁了。大厂这是要杀人啊！周放，签了吧，你别指望你的同伙能救你。实话告诉你，整个电子垃圾村的电网和基站已经被我们彻底拔了。你的拾荒者网络现在就是一堆没有电的破铜烂铁，你们已经被彻底打回石器时代了。没有人会知道你们今晚干了什么。你以为切断一根网线就能掐灭几十万底层人吃饭的生路吗？大厂傲慢太久了，你们根本不懂什么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。我的网店后台全瘫痪了，他们真的卷款跑了。周放团队真的卷款跑了，我的血汗钱啊！看看吧，你拼了命想帮的那些底层人，现在正排着队骂你祖宗18代呢。外面的人根本联系不上你，稍微放点风声，他们就信了。警方查无实据，你可以走了。不过，出去看看你那烂透了的世界吧。周哥，咱们是不是彻底输了？外面到底怎么样了？大厂在造谣我们潜逃，他们想从精神上彻底摧毁我们。真是个恶心的地方，周放，这就是你选的地方，果然和你这个人一样低俗。你来干什么？看笑话？我是来做慈善的，这是一份收购协议，9位数，买断你所有的底层代码和专利，签了它，我立刻让公关部发通告，彻底洗白你的履历，你依然是科技圈的精英。周哥，外面的世界已经认定你是骗子了。这群泥腿老子也给不了你任何东西，拿钱走人，这是你唯一的机会。收起你的臭钱！我周放就算饿死在这片泥潭里，也绝不当你们大厂的狗！他们想买断我们的骨气，想让我们永远趴在地上要饭，你们答应吗？不答应！不答应！给脸不要脸，那你们就全在这村子里烂死吧！走。
去把村里所有的废旧手机和路由器全收过来。大厂拔了我们的网，我们就用旧手机自己铸建一个局网网。不行，这些老设备的传输协议太落后了，延迟高达999毫秒，数据高拥堵率90%，根本无法承载我庞大的底层算力，网络随时会瘫痪。物理死局，传统的 TCP/IP 协议根本带不动这种垃圾设备，没有大型超算电脑的辅助，我们连新的协议都写不出来。那手机组网的计划不就彻底泡汤了？没有电脑辅助，那就用人脑算。孙玉，输入墙上的这套蜂巢算法协议，用无线色频直连。延迟降到了5毫秒，数据包畅通无阻。周哥，你靠脑子硬生生写出了一个新的网络填议，局务网通了。网是通了，可是我们没电啊！这些手机的旧电池撑不到1个小时就会全部关机。必须弄到独立的电源，哪里能搞到大量不依赖射电的发电设备？城西郊外有个废弃的电子填埋场，那里有一大批报废的太阳能电池板，如果能拉回来修修，绝对能撑起咱们的无源网。哪儿来的要饭的？敢来老子的地盘动土，活腻了是不是？我们只要那批废旧的电池板，拿了就走。拿了就走，给我打，往死里打！退后就是死，抢不到电池板，我们全村都要饿死在黑暗里！跟我上！周哥，拿下了，带回去，今晚就让垃圾村重见光明。周哥，内网是通了，但大厂把地面的基站全封了，咱们就算有电，这鱼操网也连不上外面的大网啊。地面封了，我们就走天上。周哥，100多米啊，这铁梯子一踩直掉渣，你连根安全绳都没有，摔下来就是肉泥。风太大了，周哥，算了吧，咱们再想别的办法。还能有什么办法？为了安装废弃风能发电机捕捉高空微风，这是唯一能接通外网的机会。大厂把地面基站全封了，不挂到最高处，咱们这物前网就是个死网。那也得做好保护啊！毫无保护装备的情况下攀爬，你这是送死。能走到这里，我有什么好怕的？给我上去！孙宇，天线铺好了，发电机也接通了，测信号。有信号了，周哥，虽然微弱，但是连上外网了，我们的赛博长城通了。太好了，只要外网通了，咱们就能把大厂的黑料和咱们的断力数据发出去，他们捂不住了。马上开始打包数据，只要5分钟就能传完。怎么回事？信号没了！一群泥腿子还懂拉天线，真是可笑。王总，大厂调来军用级别的信号干扰车了，干扰车已经开启最大攻度，给我强行压制，把这帮垃圾搭建的信号给我彻底咔灭，一只苍蝇的叫声也别放出去。是。发出去没有？被掐死了。大厂调来了军用级别的信号干扰车，那是全频段压制。我们铺设的锡纸天线信号太弱，根本穿不透那层干扰网。玩完了，断水、断电、断网，连最后一条活路都不死了，咱们就在这儿等死吧。求求你们，
给我们一口水喝吧！我们认输了，放我们出去吧！现在知道求饶了，早干嘛去了？李总发话了，除非你们把周放绑出来交给我们，否则谁也别想出去。周哥，不能再硬扛了，村里已经有人饿晕过去了，人心散了，再这样下去，大家真的会把你绑了送给大厂换粮食。老伯，撑住！周老板，咱们斗不过天啊！什么是天？大厂就是天吗？他们断我们的水，断我们的粮，就是想看我们像狗一样跪着摇尾乞怜。今天你们就算把我交出去，他们一样会把你们当成垃圾踩在脚下。我们是穷，是捡垃圾的，但我们也是站着喘气的人。跪着生不如站着死。陈彪，你当年运废料走的是哪条道？地下排水管网，那是只有我知道的最隐秘的下水道网络。好，那我们就用肉身把数据带出去。周哥，里面储满了我们反击大厂的开源算力数据，还有大厂造假和做空黑产的所有黑料。彪子，整个村命全在这东西里了。大厂封锁了地面，只有通过你的下水道网络送出封锁区。周哥，你放心，我就算死也把这玩意儿带出去，交到媒体手里。在那边，李总交代了，见到活人直接处理，东西带回去。操，还是个专业的家伙。周哥，我送到了。周哥，起火了，温度太高，设备扛不住了。干粉早就用空了，水管也断了，怎么办？不能用水，用水主板就全短路了。去找沙土，找11-5，就算是烧死，也得把这几台核心服务器保住。不好了，周老板的机房着火了！慌什么？他们是在地底下替咱们拼命，全村老少不想当一辈子垃圾的，跟我上去救火！火种保住了。外网有反应了，陈彪成功了，我们的开源数据和黑料已经在全网炸开了，大厂的产品线全盘崩溃了，我们的官吏价格把他们打成了白菜价。但是李明远没死心，他在联合全球行业协会做空我们，他们发布了联合声明，拒绝承认拾荒者网络的行业标准，没有标准，我们就永远是黑户，大客户还是不敢用我们。李总，网上的舆论压不住了。周放把算力打成了白菜价，现在全网都在用他们的免费接口，咱们的付费云服务客户流失了80%。不给他们下发标准认证书，他们就没有合规证明。哪家正规企业敢把数据交给他们，我要从金融和规则上对他们进行彻底绞杀。说我们的网络延迟不符合国际顶级实验室的标准，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？他们这是做空，放出消息说我们不合规，刚有合作意向的几个大企业全部毁约退单，资金链马上又要断了。他们拿实验室的数据卡我们，我们就拿真实世界的泥巴去糊他们的脸。周哥，你想干什么？
明天就是国际标准听证会的最后期限了。大同准备在那场会上彻底把我们踢出局。周哥，那可是国际听证会，咱们这连个公司壳子都没有的草台班子怎么进？大门不让进，我们就把门砸开！我要让这帮高高在上的老爷人看看，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标准。干什么的？这里是国际听证会，收破烂的去后门。我叫周放，代表拾荒者网络来参加听证会。没请柬不许进，再不走我动手了。保安，把这个捣乱的疯子赶出去！这是严肃的国际会议。主席先生，这位就是那个用报废旧手机组网的周放，他大概是想来要点施舍的。你们的标准是无尘实验室里跑出来的炮分，但我的标准是街上那些不起眼的小商户。我们的廉价算力让那些小微企业每个月多赚了3000块工钱活命钱。你们说我的网络延迟高不合规，能让老百姓吃上饭的技术才是这个世界最该有的标准。这才是真正的。快叫救护车！闹剧终于结束了。我还没说完，谁也别碰我！科技霸权把算力变成了少数人敛财的工具。你们把大门锁死，把底层人当成耗材。把他的麦克风关了，他在胡言乱语。今天我就要把这扇门彻底砸烂！快拔掉！他疯了！他在快援核心技术。这套代码不再属于我，也不属于任何大厂，它属于每一个在底层挣扎、渴望活下去的人。